HT 重甲蝙蝠侠 2.0 造型设计上堪称合格的迭代产品，亮灯设计简直就是给我喂了坨屎。作为 2.0 版本，外形还是做了不少优化的，素体的调教比较到位，不会出现螃蟹手的情况，身形非常舒服，头、胸、肩、小腿的外甲都升级了合金材质，外甲表面做出了更多的战损划痕，即便不是合金材质的地方，也依靠涂装降低了违和感。因为合金件的加入，整体的手感也上升了一个台阶，相较 1.0 还是多了不少厚重感的。此次 2.0 也是直接加入了战损替换件，不再像 1.0 分成2个版本卖，不仅有战损外甲替换，还有一个战损披风，两边都植入了比较粗的铁丝用来固定造型，增加了一些可玩性。替换好替换件后，整体效果就是这样，中规中矩吧。锐度如果能再提升一下就更好了。战损件因为大量的细节刻画就不是合金材质的了，战损头是可动眼的设计。这颗头呢，我认为是非常还原剧中的，不仅露出的真人脸部分和大本很像，头盔破损的形状、受损的位置都和剧中如出一辙。唯一能挑刺的就是破损现出的头盔内层，可以再追加一些战损涂装。在替换胸甲的时候呢，要十分的小心。非战损的胸甲是合金件，完全没有锐度的，边角是十分锐利，小心不要刮坏战衣表面。此次的亮灯设计真是让我眼前一黑，虽然之前也在他家的其他产品上接触过所谓的 USB 亮灯，但这次重甲的设计更让我觉得是毫无必要。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头部亮灯，需要用它附带的数据线插在后脑勺才能实现眼部发光。虽然正面好像看是没什么太大问题，但如果你要拍照的话，侧面肯定是要手动藏线了，直接破坏了玩具的一体性。但凡摆点姿势，线就露出来了，而且这线插上了不是很好再拿下来，硬拽线又容易断，坏了估计补件也很难吧。唯一能安慰自己的就是说发光确实也够亮，也比较匀称，有点电影里的感觉了。刻蚀毛的设计呢更是逆天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发光机构，一样要插着这个破数据线。要先将刻蚀毛拆成3段，注意使用更小的这个插头去穿过毛身。打开开关呢就亮了。注意线还要卡进设计好的卡槽里。不少玩家都称蝙蝠侠是拿着个尿袋啊，实际上 1.0 的电池发光也没有让我觉得太麻烦。在如今磁控技术这么普遍的情况下，你 HT 作为高端收藏人偶制造商，真的没有更好的发光设计方案吗？配件上2个替换脸型，张嘴和呲牙都是磁吸的设计。老生常谈的刻蚀枪，枪托可以拉开，刻蚀弹能够装进去。一个绳索枪，涂装还说得过去。与配件适配的手型一共有5个。地台的造型元素采用的是电影里老爷和大超决战的地方，涂装虽然说得过去，尺寸着实偏小了些。如果摆静态，很难给老爷找到一个平稳落脚的地方，摆个动态兴许会好一些。总觉得 HD 的地台是不和玩具本身结合起来一起设计的，给6寸小人用倒是挺合适的。最后简单说一下可动吧，首先是不能对 HT 的蝙蝠侠可动性有太高的期望，其次这次的重甲老爷已经算是 HT 的蝙蝠侠里可动能看的了。此次重甲 2.0 不乏优点，但也是产品升级迭代应该要做到的事情。作为主打高端人偶收藏的 HT， 一款2400元的玩具更应该带来令人眼前一亮的玩法设计。那么以上就是此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辛苦大家一键3连支持一下。未来我会继续分享更多更好的玩具，下次再见了。